我靠，我不是在通宵查账吗？我穿越了，刀下留人！菲儿，别挣扎了，沈家气数尽了。放肆！贪污200万严讯，一夜之间不翼而飞，全家定罪，你還敢抗旨不認？200萬兩，一夜之間不翼而飛。等等，老子可是985大學會計專業第1名，這物理邏輯根本不通。這聖旨上的賬，根本就是放屁！少廢話，閻王爺等着看你的賬。200萬兩雪花銀，足足10幾萬斤，你們長腦子了嗎？死到臨頭還敢狡辯？10幾萬斤銀子一夜出城，至少要調動300輛重馬車，那又如何？權臣當道，誰攔得住車隊？昨夜京城下了半宿暴雨，城門口的官道全爛了，300輛重馬車壓過去，泥地裡連半條車辙印都沒有，銀子根本沒出城。信口雌王，禁軍封城搜查，連個淫蕩的影兒都沒見着。給我3天，我不光讓那200萬兩自己走出來，還把幕後黑手綁到你面前。好，來人，把沈家全家押回府邸，圈禁3天。3天後拿不出銀子，本官親自剮了你。大少爺啊，你惹怒了钦差，這下連個全屍都留不住了呀！閉嘴，留着力氣回家待着。少爺，咱們回家想對策呀！您這是要幹什麼？想什麼對策？本少爺差點掉了腦袋，不得吃頓好的压压驚。沈飛，薛大人的命令是押你回府圈禁。薛大人說圈禁3天，說必須在府裡圈了吗？我就花錢把這兒包了，全當禁足了。你找死！你砍！你現在砍了我，200萬兩銀子立刻斷了線。薛大人拿你試問。老婆呢？把你們這兒最紅的頭叫出來，好酒好菜全擺上。哎呦，沈大少爺，您這身後跟着官爺，奴家這生意，這生意你做不做？做，姑娘们，快伺候沈大少爺。老鴇，這幾天京城不太平，你們這兒生意還這麼好？少爺您說笑了。這2天黑市米價翻了3倍，也就幾位新冒出來的面生老板敢在奴家這兒撒錢。面生老板比本少爺還有錢，叫什麼名字？都是些車馬行、石料廠的管事。城南孙家車馬行那個瘸腿孙，昨儿個剛砸了1000兩，包了我們小翠。車馬行的管事，1000兩包場，有點意思。沈家列祖列宗啊，大少爺瘋了，咱們沈家徹底完了。逆子啊，你還有臉回來？爹，您大半夜不睡覺盪秋千呢？沈飞，你这個畜生！全家人的命換來你在刑場逞能，你居然跑去醉仙閣聽曲兒！小丫頭片子，拿穩點，別戳着我。3天啊，你讓我們這3天怎麼活？我不如現在就死了乾淨。要死去外頭死，別在堂屋掛着，晦氣！爹，沈飛，我殺了你！全家都給我聽好，收起你們的眼淚和白绫。少爺，我明天還要去城外遊山玩水，誰敢壞了我的心情，我現在就把他交出去砍了。沒養過馬的車馬行，流水卻能包下醉仙閣的頭牌，洗錢洗得這麼糙，真當我是個瞎子。3天，全城老狗。明天少爺就去挖你的祖墳。相爺，沈飛在法場上說的話絕不是空穴來風。慌什麼？10幾萬斤銀子，他長了翅膀也飛不出這京城。可他一口咬定暴雨無車則印，萬一他真看出了什麼破綻，
看出来又如何？3天时间，他沈家就是大罗神仙也翻不了盘。相爷，沈飞的行踪查清楚了，他去了哪儿？是不是去查户部旧账了？还是私联了江南盐商？他去了醉仙阁。醉仙阁？他去那儿见哪个县人？没见县人，大少爷包了场，点名要头牌弹曲儿。他没见任何人，就只是听曲。不仅听曲，他还嫌后厨的烤鸭不够脆，砸了10两银子让重烤。这是什么障眼法？不仅如此，头牌小翠弹错了一个音，大少爷直接赏了100两。他说小翠弹错的那一下深得他心。放屁！死到临头，他拿命去赏青楼女，你是不是被他甩了？属下亲眼所见啊！大少爺喝得爛醉，最後是被禁軍架回府的。好一個大名第一審計師！相爺，這沈飛到底在玩什麼花樣？玩花樣？他是在吃斷頭飯。沈老頭一輩子謹小慎微，生出個兒子，卻是純種廢物。原來是知道必死無疑，趁着最後3天破罐子破摔了。傳令下去，撤走他身邊1半的暗哨，別浪費人力在一個死人身上。遵命。3天後，我要親眼看着沈家滿門抄斬，一個活口都不留。老爺氣得下不來床，少爺又瘋了。沈家的祖宗啊，保佑我們投個好胎吧。大清早的哭喪呢，少爺我還沒死。大少爺，您今天總該去查賬了吧？咱們只剩2天半了。查什麼賬？那賬本上的墨跡都搜了，狗都不看。沈飛，你不去查賬，穿成這樣又要去哪兒丟人現眼？這叫什麼話？今天天氣好，本少爺要去城外踏青。踏青？全家的腦袋都掛在褲腰帶上，你要去踏青？禁軍呢？校尉大人死哪兒去了？沈飛，你又想耍什麼花招？薛大人有令，你不得離開我們視線半步。對啊，所以你們得跟着我去城郊荒山踏青啊！你敢蕭先生本官？窗外荒山鳥不拉屎，踏哪門子青？我樂意，你去不去？不去，我現在就撞死在這石階上。200萬兩的線索可全在少爺我的腦子裡，我死了，我看你回去怎麼跟薛欽差交差。好，我倒要看看你這3天能踏出什麼花來。老骨頭，別燒紙了，去廚房提上食盒，跟少爺出城。造孽呀！我這是造了什麼孽呀？少廢話！今天你不跟我走，我就把你扔火盆裡烤了。大少爺，外頭全是金軍和趙相的暗哨，咱們到底去城外幹什麼呀？你當我是真來遊山玩石的？老骨頭，你做了一輩子賬，我問你，一家車馬行最值錢的資產是什麼？自然是好馬和結實的大車。那如果一家車馬行連一根馬毛都沒有，卻能一夜之間豪擲千金呢？那是空殼，是用來走假賬洗錢的黑窟窿。聰明。昨晚在醉仙閣，我已經摸清了京城1半的假賬流水，但只有賬沒用，沒有實物對沖，錢就是一堆數字。那咱們來城西這荒山野嶺幹什麼？這裡連個人鬼影子都沒有。他們洗錢的手法太糙，200萬兩實心白銀搬不遠，不在賬本上，就在這片髒兮兮的爛泥底下。你是說？本少爺今天差點掉了腦袋，這點排場不夠。京城裡還有誰比我更能砸錢？叫出來比比！哎呦，沈大少爺，您可是京城首富。不過嘛，這2天倒真有幾個泥腿子闊綽的邪乎。泥腿子有多邪乎？城南那個開破車馬行的瘸腿孫，連匹全鬚全眼的騾子都沒有，昨兒個居然砸了1000兩，包了小翠的場。沒騾子的車馬行1000兩包場。還有誰？還有城西開石料廠的王麻子，
平時摳搜的喝凉水，今天居然點名要喝20兩一壺的女兒紅。钱老板發財啊！這幾天黑市米價翻了3倍，您沒少賺吧？賺個屁！米價是漲了，可是他娘的運不進城啊！怎麼，官道塌了？見鬼了！不知道是哪路神仙，把京城方圓百里的推車、拜袋，還有防潮的生灰灰，全給買空了。連防潮的石灰都買空了，這是要囤什麼大件貨？誰知道？現在連運米的板車都租不到，真他娘的活見鬼！沒有騾子的車馬行暴富，石料場管事揮金如土，市面上的推車、麻袋、防潮石灰被掃蕩一空，200萬兩鹽稅，防潮運輸空殼洗錢，鏈條對上了。沈飛，你帶着我們在這種鳥不拉屎的地方轉了半個時辰，你到底在找什麼？找風景啊！校尉大人沒發現這裡的泥產比別處更鬆軟嗎？我警告你，明天就是最後期限，找不到銀子，我先在這裡砍了你！君爺息怒啊！大少爺腦子有病，你別跟他一般見識。閉嘴！沒看見少爺我正在細致嗎？那豬圈旁有一只極品鳳尾蝶，阿福，給我抓住它！少爺，那地方全是爛泥，髒得很啊！不去！我現在就讓校尉大人砍了你！我去，少爺饒命！少爺，蝴蝶飛了，小的鞋也毀了。沈大少爺，你的極品蝴蝶呢？抓空氣去了。廢物，連隻蟲子都抓不到，給我滾一邊去！算了，這破地方風太大，髒了本少爺的蘇繡錦袍。你到底走不走？不走，我綁你回去。哼，回府，少爺，我今天心情不好，晚上要吃頓大的。大哥，他到底在幹嘛？是不是在找藏銀子的記號？找個屁的記號！他逼着下人去豬圈裡抓蝴蝶啊！抓蝴蝶？明天他就要掉腦袋了，他跑來荒山抓蝴蝶？哼，純種廢物一個！我早就說相爺多慮了。那咱們怎麼寫？如實報上去。就寫大少爺嫌泥巴髒了鞋，在黃山溝裡撲蝴蝶，大脾氣回府了。沈老頭一世英名，怎麼生出這麼個腦幹缺失的玩意兒？走吧，回去復命，這差事算是結了。明天終於能舒舒服服看他砍頭了。撲蝴蝶，嫌泥巴髒，屬下親眼所見，他在荒山待了不到半個時辰，全在發脾氣。相爺，事出反常必有妖，那城西荒山可是咱們的重地呀。妖？他要是直接帶人去挖坑，那叫妖；他去抓蝴蝶，那叫蠢。可是相爺，200萬兩銀子就在那地下，萬一他瞎貓碰上死耗子？荒山方圓10里，他光靠眼睛看，能看穿3丈厚的土層。相爺息怒，屬下只是覺得小心駛得萬年船。他今天這出戲，就是為了惡心那些監視他的禁軍，臨死前的瘋狂罷了。想多活幾天，又無計可施，只能折騰下人。相爺英明，那沈飛走的時候，連看都沒多看那片地一眼。撤了。相爺是說，城西的暗哨全撤了，別浪費人力在一個將死之人身上。可是相爺，閉嘴！明天5時3刻，我要薛青石親手砍下他的腦袋。你去通知刑部，明天的法場多備幾口鍘刀，沈家上下一個不留。遵命。少爺，您這畫的是什麼符咒？老骨頭，去拿10份最貴的燙金請柬來。請柬？給誰發請柬？給這幾個名字發，告訴他們沈家少爺活不過明晚，今夜要在府裡辦一場最豪華的散伙飯。沈飛，你瘋夠了沒有？死到臨頭，你還要辦散伙飯去大吃大喝？去辦，不僅要請他們，還要告訴他们，這頓飯的酒肉全由他們幾家商鋪來出。大少爺呀，他們本來就是看咱們笑話的，怎麼可能花錢給咱們辦席呀？你是想在臨死前去搖尾乞憐，求仇人給你一口飯吃嗎？你簡直把沈家的臉丟盡了！什麼？少爺，我的話不中用嗎？立刻去發請柬！敗家呀！
那是沈家最後保命的3000两现银啊，全拿去買酒肉了。哎呦，沈大少爺，您這頓散伙餐排場可真夠大的，拿沈家最後的棺材本請咱們喝酒。沈少爺這算盤打的可比咱們這些生意人還精啊！棺材本嘛，生不带来，死不带去。幾位老闆既然肯賞臉，就別站着了，入席吧。吃，幹嘛不吃？過了今晚，沈少爺怕是連口餿水都喝不上了。各位，飯不能白吃。今晚，少爺我不僅要慌着棺材本，還要跟各位做一筆大買賣。沈少爺，你明天就要上法場了，還做什麼買賣？正因為明天要上路了，我才要在今晚把地下那座陰宅好好修繕一番。廢話少說，我要現貨，價錢我出市價的3倍。3倍？沈少爺，你要買什麼？李掌櫃，你是做米粮的，我要1000條裝米的空麻袋，半個時辰內能送到嗎？能。小人的庫房就在城東，200步就到。伙計們腿腳快，1炷香就能送來。阿福，跟他去點貨，貨到付款，絕不拖欠。多謝沈少爺，小人這就去辦。那麼，孫老闆、王老闆，輪到你們了。你看我幹什麼？你要石頭給你打棺材嗎？2萬斤，大半夜的，我去哪兒給你弄2萬斤石灰？你昨天在青樓吹噓，庫房裡壓着10萬斤石灰，怎麼嫌3倍的價錢不夠？不是錢的事兒，是庫房的鑰匙在我小舅子那兒，對，他今晚出城了。好一個出城了！孫老闆，你的車馬行號稱京城第一，我要100輛重型團車，立刻調來。這不巧了嗎？昨天剛接了個大活，車全都租給鹽商了。租出去了，好。阿福，去把薛钦差請來。你瘋了！这跟薛大人有什麼關係？按大明律例，大宗車馬租賃必有官府備陳的紅契，你拿不出車，把契書拿來給我看看。我沈少爺，1000條麻袋，1條不少，您驗驗。不用驗，老骨頭，給他結賬。是少爺。看到了嗎？這才是做買賣的速度。李掌櫃的庫房在城東，一來一回200步，調貨耗時1炷香，而你的車馬行庫房就在2條街外，你的賬面上昨天剛剛購入了200輛新車。沈少爺，我錯了，那車確實不在我手裡。不在你手裡，是壓根兒就沒有吧？你血口噴人！我們做的是正經生意。正經生意？你的石料廠每個月流水上萬兩，可你連2萬斤石灰都調不出來，因為你的庫房裡裝的全是空氣。少爺，您的意思是，他們賬上的錢全都沒買貨？錢進了他們的賬，卻沒有貨出來，那這筆錢去哪兒了？別說了，再說我們都要沒命了。沈飛，你又在這兒發什麼瘋？他們不過是拿不出貨，你就要定他們的罪？拿不出貨不是死罪，但替權臣洗乾淨200萬兩鹽稅，可是要誅九族的。證據呢？你憑什麼說我們洗錢？你這是誣陷！我要去順天府告你。證據？你們要證據？認識這種泥巴嗎？這是城西荒山溝地底3丈深處才有的紅膠泥。你的石灰根本沒有用來賣，而是全部運到了荒山，用來給地底3丈深的藏銀地庫做防潮。你的車馬根本沒有租給鹽商，而是趁着昨夜暴雨，神不知鬼不覺地把200萬兩白銀全部拉進了那個挖滿紅膠泥的豬圈底下。不是我幹的。來人，把這2個逆黨給我拿下！校尉大人，這頓散伙飯吃得還滿意嗎？沈飛，你今天確實炸出了這2個奸商，但光憑一雙沾泥的破鞋，薛大人絕不會認賬。薛大人認不認賬，明天挖開地皮自有分曉。少裝神弄鬼！要是明天在荒山挖不出200萬兩白銀，
你们全家照樣得死。校尉大人，有空在這兒衝我叫喊，不如去多準備鐵鍬。明天挖坑是個體力活，別怪少爺沒提醒你。好，我就看你明天怎麼死！全體戒備，死守各個出口。別動！長本事了，學會背後偷襲了。你剛才在院子裡，是在拿全家的命豪賭。你用一雙破鞋炸得他們狗咬狗，可要是明天荒山地下沒有銀子呢？雲兒，你覺得少爺我是在炸他？難道不是嗎？你憑什麼爛錠銀子就在那片爛豬圈底下？你連坑都沒挖。因為大地不會撒謊。這叫紅膠泥。京城地貌屬基辛平原，城西荒山地表全是乾燥的黃土。黃土又怎樣？紅泥又怎樣？荒山只有黃土，阿福怎麼會踩到一腳厚厚的紅泥？也許是以前下雨積的泥潭。這紅膠泥極其粘稠，不透水。在城西這種地質，它只存在於地底3丈時的位置。地底3丈？沒錯，3丈。這說明那片荒地最近被人深深地挖開過，並且翻出了底層的紅膠泥。可是就算有人挖坑，你怎麼證明裡面埋的是200萬兩銀子？看清楚，紅膠泥極度保水，地下3丈，濕氣極重。如果你要把容易氧化的銀靛、極其容易霉變的裝銀麻袋埋在地下，你怎麼防潮？石石灰，用大量的石石灰吸水防潮。對，這也就是為什麼王老闆那家根本沒有石料的空殼廠，賬面上會突然多出2萬斤石灰的購買記錄。天哪！空殼車馬行運銀子，空殼石料廠運石灰防潮，邏輯閉環，物理痕跡與賬面缺口完美咬合，這不是賭博，這是定點爆破。哥，你到底是誰？你以前那些紈絝都是裝出來的。裝紈絝多舒服啊！要不是刀架在脖子上，少爺我才懶得動腦子。回去睡覺吧，養足精神。明天早上，少爺帶你去看戲。我都聽哥的。大少爺，時辰快到了，外頭的禁軍已經開始磨刀了。老骨頭，你把這些發霉的破紙搬出來幹什麼？熏死少爺我了！我的活祖宗哎，人是抓了，地也定了，可薛钦差要的是鐵證啊！咱們沈家可是戶部的審計核算官，您要是平不掉這200萬兩的賬面窟窿，趙相依然能反咬咱們一口。誰說我要拿這些破算盤跟他們對賬了？不對賬，那咱們拿什麼去跟朝堂上的戶部大員對峙？阿福，把靈堂上那塊最大的白布給我扯下來，掛在院牆上。少爺，那是給老爺沖洗，不對，備喪用的。備個屁的喪！少爺我今天不死，誰也死不了。扯下來。前戲做完了，現在該上主菜了。老骨頭，拿上你的賬房站好。少爺我今天教教你，什麼叫21世紀大學生。大少爺，這是去年戶部撥給鹽運使司的開薄銀，老奴這可就開始。別廢話，念。總進賬多少分撥去哪了？天啟3年臘月，入庫官銀153200兩又6錢。出賬撥付長蘆鹽廠5萬兩，撥付運河曹幫34000兩。裝模作樣，這麼多陳年爛賬，戶部10個老主事算1個月都算不清。哥，你畫的這是什麼符？怎麼像蚯蚓一樣？這叫極簡技術法。老骨頭，繼續念，出賬再念一遍。出賬5萬兩，34000兩。少爺，您連算盤都不打，就憑這幾個怪圈圈，能平賬？讓你念你就念，把所有車馬行、石料廠的流水全給我找出來，快！孫記車馬行近3000兩，王記石料廠近8500兩，城南米鋪回轉4000兩，匯通錢莊出賬1萬兩。這小子到底在亂畫什麼？他不用心算嗎？太快了，哥哥寫字的速度比賬房爺爺撥算盤還快10倍。少爺，半年的流水報完了，合計10萬04500兩。
10.4500兩，1分不差。少爷，您怎么算出来的？少废话，下一本。今天我不把赵相的底裤扒出来，我就不姓沈。见鬼了，这不可能！没用算盘，他怎么做到的？逆子，你把灵堂的白布挂在墙上涂鸦，你曾心要气死我！爹，不是涂鸦，哥在查账，他算的比老账房还准。查账？老李，他在查账。老爷，大少爷是神仙啊！他画的那个诡异字形格子，简直是账房的祖宗。爹，醒了就找个地方坐好，马上就平账了。这左边一堆，右边一堆，这是什么记账法？左边是进，右边是出。不管他们怎么做假账，只要钱流过，左邊和右邊的總數必須絕對相等。有進必有出，這種記賬法無懈可擊。沈飛，你畫再多鬼畫符也沒用。薛大人要的是200萬兩白銀的下落。急什麼？狐狸尾巴馬上就要露出來了。沈飛，時辰到，你拿不出銀子，全家就地正法。完了，沈家絕後了！不准碰我哥，要殺先殺我！殺我！睜開你們的狗眼看看！看什麼？老骨頭，大聲告訴他們，這13家空殼商鋪過去半個月總進賬是多少？總進賬208萬兩。總出賬呢？他們買貨的花銷是多少？沒有，1兩都沒有，全是大窟窿。208萬兩銀子進了他們的賬，卻沒買進1兩銀子的貨，錢沒出成，全被他們變成了修地庫的賬面損耗。你空口無憑！哼！城西荒山豬圈地下3丈，帶着你的刀去挖，挖不出來，我沈飛自己把腦袋剁下來給你當球踢。沈飛，你敢奪刀抗法？就算地底下有窟窿，誰能證明那是鹽碎？我能證明。老骨頭，翻開官府撥銀的底賬，找到了。上月15，戶體下撥200萬兩鹽稅，交由王記錢莊上端。這就是源頭。我不知道，你殺了我，我也不知道。嘴硬，這是我在醉仙閣套出來的情報。上月16，也就是撥銀的第2天，你孫家車馬行的賬上憑空多出10萬兩。他說的是真的，分毫不差。上月16，確實有一筆10萬兩的進賬，那是別人還我的借款。借款？誰借的？哪家錢莊走的水？是王記錢莊。第1條線連上。輪到你了。孫家拿了10萬兩，轉手付給你8萬兩買石灰。我那是正當買賣。放屁！查！這8萬兩出賬後，王記石料廠進了什麼貨？查無進貨，全變成了運費損耗。8萬兩的運費損耗，拉金山也用不了這麼多。因為這筆錢根本沒有買貨，全變成了雇人挖坑的封口費。王記拿了錢，買通了地痞流氓去黃山挖坑，孫家出空車，半夜把銀子運過去，鹽商出麻袋，把銀子偽裝成糙米防潮。別說了，求求你別說了，趙相會殺我全家的。你說誰？趙相？聽見了嗎？連他自己都招了。完美閉環，無懈可擊。老奴瞎了眼，老奴瞎了眼啊！趙房爺爺，你幹什麼？大少爺，您不是紈絝，您是財神爺轉世啊！戶部那些老東西算了一輩子賬，連給您提鞋都不配。這就是200兩的去向。每一筆銀子的進出，每一家商鋪的假賬，全在這張網上掛着。任何人只要看一眼，就能順藤摸瓜，挖出地底下的銀子。全完了，趙相的謀劃全被你看穿了。現在，你還想拿我的腦袋去向趙相邀功嗎？沈少爺，下官有眼無珠，下官是被逼的。這就貴了，好戲才剛剛開始呢。
那沈家大少爺竟然靠畫圖讓禁軍下跪了。不是圖，那是命脈。什麼命脈？难道他真的找到了200萬兩鹽稅？他把照相洗錢的脈絡剝皮漆心，活生生釘在了牆上。此子哪裡是紈絝，他簡直是一把能剖開整個大明官場黑幕的妖刀。大人，禁軍似乎被策反了，我們要不要現在衝進去拿人？不急，證據雖然成型，但沈府外頭全是照相的死士。沈妃，你既然能布下这驚天大局，本官倒要看看你打算怎麼把消息傳遞給本官。沈少爺，下官想戴罪立功，下官這就衝出去，把這圖呈交薛大人，拼了這條命，也護您周全。護我周全？你連這扇大門都走不出去。軍用連弩，這是照相的死士。哥，他們把咱們家包圍了，他們根本沒打算讓咱們活到明天。照相的老肘又不傻，他撤走明處的暗哨，就是为了换上這匹吃人的惡狼。完了，全完了，證據在手，卻送不出去，咱們成了鐵桶裡的王八。王八？那也得看看是誰的鐵桶。雲兒，去廚房把平時洗菜用的那個最大的銅盆拿來，要圓底的。拿銅盆幹什麼？既然門走不通，那咱們就從天上走。沈少爺，您這是在做兵器，這破桶攔得住金剛連弩？閉嘴，把呼吸放輕。哥，你在聽什麼？外面全都是風聲啊！你自己聽，盯緊點兒，連隻蒼蠅都不能放出去。放心吧，弓弩手已經封死了前門和側門，後牆這邊是死角，不用管。今晚子時換防，等明天午時一到，直接衝進去屠滿門。哥，我聽見了，他們在樹上，連磨刀的聲音都聽得一清二楚。這是什麼妖法？隔着幾丈厚的青磚牆，聲音怎麼會跑到這竹筒裡來？這叫掏物面具音，少見多怪。聽清楚他們的盲區在哪兒了嗎？聽清了，前門側門被弓弩手死守，後牆老槐樹下是視野盲區。很好，既然後牆是盲區，那閣樓的南窗就是咱們發報的最高戰地。哥，對面茶樓那麼遠，薛清溪能看得見咱們的燈火嗎？他看得見，那個老狐狸一整天都沒離開過那扇窗戶。等會兒我喊掀，你就把黑布掀開；我喊蓋，你就立刻蓋上。好，可是這到底是什麼意思？這叫莫爾斯密碼，長光代表橫，短光代表豎。2、1、2，蓋，掀，蓋，掀，蓋，掀，掀，蓋。那是燈火。大人，神父在打暗號，是不是照相的死士在聯絡？閉嘴，別擋着。3短2長，盾1長3短。大人，這到底是什麼意思？這是軍方用來標定方位的奇門遁甲網格，3短2長是天干的比，1長3短是地支的申，真府位，城西荒山溝。天才，簡直是絕世天才！傳本官手諭，調集500御林軍。遵命，包圍神府拿人嗎？不，神府是死局，讓他自己破。所有人拔刀，立刻包抄城西荒山溝。本官今晚要活捉照相的狐狸尾巴。相爺，5時3刻已到，薛钦差至今未見人影。薛钦差是個聰明人，知道這案子水深，躲起來避嫌了。那沈家這滿門，既然期限已到，就按大明律法辦，直接踹門，一個活口都別留，尤其是那個沈妃，我要她的腦袋被剁碎。屬下遵命，定讓沈家雞犬不留。辦得漂亮點兒，
別讓人看出是咱們私自動的手，就說是他沈飛抗拒執法，就地正法。项上放心，兄弟们手脚干净得很。列祖列宗啊，阴兵来索命了，沈家今天算是走到頭了。哥，你听见外面的声音了吗？他们来了。是吗？这包子趁热吃才香。云儿，你要不要来一口？哥，刀都架在脖子上了，你还在吃？逆子，你这个逆子，死到临头，你连句遗言都没有吗？遗言那玩意儿是留给死人的。少爷，我长命百岁，用不着。少爷，您画的这张天网图再厉害，也挡不住外头的鬼头刀啊！誰說我要用不擋刀了？這圖是用來糊他們臉的。哥，退後！站穩了，別濺一身血。53刻已到，沈飛，200萬兩銀子在哪兒？你一個禁軍統領，也配問本少爺話？死鴨子嘴硬，交不出銀子，按律滿門抄斬。你們這是私刑，薛嬋嬋還沒發話，你們憑什麼殺人？薛欽差公務繁忙，特命本將代為監斬。小丫頭，黃泉路上走快點兒。官爺饒命！官爺饒命啊！我們不知道銀子在哪兒啊！不知道，那就全給我去死！我看誰敢動！哈哈哈哈哈！你個純種廢物，真以為自己能翻天？兄弟們，給我砍！男的剁碎，女的留活口！拿趙相的狗命來壓我，你算個什麼東西？給老子狗眼看清楚！什麼鬼東西？滾開！這是你主子趙相的催命符，13家空殼商鋪，倒賬洗錢，200萬兩鹽稅，全被你們洗進了城西黃山溝的豬圈底下。你怎麼可能知道？你明明只是在抓蝴蝶，抓蝴蝶！只有你們這群不長腦子的豬，才以為我在抓蝴蝶。紅椒泥、生石灰、空車馬，全套證據，老子閉着眼睛都能拼出來。統領，他畫的路線全是對的，咱們埋銀子的點被看穿了。不，絕不能讓這東西傳出去！殺了他，立刻殺了他，土全燒掉！殺我？統領大人，你不去拿賊，倒在這殺良冒功嗎？老子今天就是要殺良冒功，砍碎他！誰敢動他一根汗毛？本官誅他9族！御林軍，薛欽差，你怎麼會在這裡？本官奉皇命監察百官，爾等亂臣賊子，也敢在本官面前放肆！兄弟們，跟他們拼了！放箭！薛大人，這是誤會，下官是奉令行事。奉那個把國庫搬空的趙相的令嗎？薛大人，您終於來了。沈少爺，本官沒來遲吧？遲倒是沒遲，就是錯過了少爺我剛才英明神武的演講。這就是你用那極簡頻率傳給本官的天網？一點現代，不對，一點審計學的小把戲罷了。你畫在閣樓上的那3個字，荒山溝。本官已經看懂了。既然看懂了，薛大人還不去城西挖地手？哈哈哈哈哈哈！不瞞沈少爺，本官昨夜就已調集500精銳，此刻城西荒山恐怕已經被翻了個底朝天了。相爺，不好了，是御林軍，薛欽差帶人把神府給圍了。你說什麼？薛欽差不是躲起來了嗎？他怎麼敢調動御林軍？不僅如此，神府大門破了，咱們的人好像全被按在地上了。該死！這小畜生難道真的看破了什麼？走，立刻回府，調集所有府兵死守。好吧，老狐狸，
你的墳坑我已經替你挖好了。沈少爺，本官昨夜就已派人暗中封鎖了黃山外圍，就等此刻收網。薛大人動作挺快，不過趙相那條老狗嗅覺很靈，咱們得再快點。哼！全軍急行，半個時辰內必須包圍城西黃山。全完了，趙相的死局居然被一個纨绔用3天時間徹底掀翻了。快挖！相爺下了死命令，必須在天黑前把東西轉移。大哥，昨天不是說那沈飛是個廢物嗎？怎麼相爺突然急眼了？少廢話！相爺說沈府那邊出了亂子，這批貨要是出點差錯，咱們全得掉腦袋。這破紅膠泥怎麼這麼黏，敲都拔不出來了。挖到了，是防潮的生石灰层，下面就是大箱子。快，拿繩子來，把石墨灰扒開。大哥，石库银200万两啊，咱們發財了！發娘的財，這是相爺的錢，趕緊套繩子拉上去。大膽狂徒，光天化日之下，竟敢盜掘國庫重銀！御林軍，完了，咱們被包餃子了！幾位，昨天看本少爺撲蝴蝶，看得可還開心啊？是你昨天不是在發瘋？發瘋？少爺，我昨天站的位置跟你們現在挖坑的位置差了哪怕半步嗎？定點勘探，你昨天是在定坐標？還不算太蠢，可惜反應太慢了。全軍聽令，立刻拿下！膽敢反抗者，就地格殺！砸開！給本官砸開！找到了，真的找到了！户部官造，天啟3年秋，是鹽稅，真的是那200萬兩鹽稅！纯種廢物，原來我們才是純種廢物！3天，你用吃喝嫖賭把相爺3年的布局扒得連底褲都不剩，你是魔鬼！你們輸的不虧，畢竟面對的可是21世紀的優秀大學生。回去告訴趙相，洗錢他太業餘了。沈少爺，3天前在法場是本官瞎了眼，沈少爺真乃神人也。薛大人客氣了。不過银子雖然挖出來了，但趙相可還沒認罪呢。人贓並獲，他的死士全被拿下了，他還能如何抵賴？趙相權傾朝野，這些死士他大可以說是不知情的家奴私自調賣。那依沈少爺之見，這案子還沒辦成鐵案。鐵案，我要辦的是讓他永不翻身的死案。明天早朝，我要當着文武百官的面，用他自己的賬本，把他的臉皮活生生扒下來。趙相，200萬兩鹽稅從你城西的荒地裡挖出來了，還有何話可說？陛下，老臣冤枉，老臣比竇娥還冤啊！人贓並獲，你手下的死士統領趙貴已被生擒，你還敢喊冤？那是趙貴欺上瞞下，他勾結地方豪強，借着老臣的名頭私吞國寶。老臣御下不言，死罪，但這貪墨洗錢的滔天大罪，老臣絕不知情啊！你無恥老賊，你敢將罪名全推給家奴？凡事講求證據，老臣的府庫乾乾淨淨，從未進過1兩黑錢，誰能定老臣的罪？趙國國，大清早的，您這甩鍋的本事，比醉仙閣的廚子還溜啊！沈飛，你一個戴罪之身的紈絝，竟敢咆哮朝堂！沈飛，薛愛卿奏報，是你破了這洗錢的連環陣。回陛下，草民只是懂點算術，碰巧看穿了某只老狐狸的底褲罷了。黃口小兒，你以為炸出了幾個空殼商鋪就能構陷當朝首輔？證據呢？你要證據？好，草民懇請陛下
立刻查抄照相府，不查金银，不查公账。不查金银，那你查什么？只查照相过去3年最不起眼的家庭日常开销账本。哈哈哈哈哈！家庭账本，老夫家风清廉，1周1饭皆有记錄，你查呀！清廉，好极了，少爺，我最喜歡查的就是清廉的死賬。沈飛，你看得懂嗎？老夫府上每天買幾斤白菜，難道也能洗出200萬兩？白菜洗不出，但木頭可以。天啟元年3月初5，趙府從雲貴採購極品仿府金絲楠木100根，耗銀5000兩。那年老夫要在後花園修繕乘涼水域，採買木材有何不妥？修水榭，錦衣衛剛才去查了，你家後花園連個木頭樁子都沒有。那些極其仿古抗潮的金絲楠木，全被你拿去做了城西荒山地庫的承重柱。你血口噴人！木頭用了就用了，這算什麼證據？不僅是木頭，天啟2年10月，你府上突發惡疾，一夜之間暴斃了10名身強力壯的家丁，你發了整整500兩的喪葬費。那是染了10弊，老夫體恤下人。10億！太醫院的脈案上，那一年京城根本沒有瘟疫，這10個人就是替你挖深坑、造地庫的苦命。地庫一成，你就將他們活埋在地底滅口。這500兩是給他們家屬的封口費。啟稟陛下，微臣昨夜查抄荒山，卻在紅膠泥中挖出10具成年男性的枯骨。你連這都知道？這在現代，哦不，在審計學裡叫穿透審計。你以為把大帳拆碎了，偽裝成修房子、死家將、買藥材的日常開銷，就能瞞天過海？只要資金流過，就必定留下痕跡。邏輯閉環已成，你出局了。老夫籌謀3年，天衣無縫，怎麼會敗在你一個頑固手裡？天網恢恢，疏而不漏。來人，將這國賊撥去朝府，打入死牢，誅9族。沈家列祖列宗保佑啊！我沈家終於又活過來了。爹，這全靠哥哥。哥哥在金鑾殿上把那個大奸臣罵得尿褲子了，太帥了！大少爺是天曲星下凡，是咱們沈家幾輩子修來的福氣呀！查個破賬，累死少爺我了。這點腦細胞，起碼得吃3隻烤乳豬才能補回來。哥，你想吃什麼？我親自下廚給你做。吃什麼家常菜？少爺我要去吃最貴的。走，去醉仙閣。少爺，我今天不僅要聽曲兒，還要讓頭牌給我捏腳。行，菲兒想去哪兒就去哪兒，沈家現在有的是錢。大少爺，帶上，今晚把整個醉仙閣買下來，不夠老奴再去賬房給您支。這大明朝的賬算平了，少爺我瀟灑去也。